你相信吗？腿脚也有可能有耳朵，正在透露体内的玄机。曾经就有人因为脚踝莫名浮肿到医院检查，结果发现是胰腺里的肿瘤在作祟，肿瘤压迫了输送血液的血管，让脚踝偷偷的蓄水。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像探险小说，却真实的发生在一些患者身上。还有一个故事让人难忘，小李30多岁，原本健健康康，却常常觉得左腿麻木刺痛，以为自己锻炼过度拉伤了神经。直到一天，医生在给他做脊柱检查时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他的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脊椎，压迫了神经根。这位小伙子完全没想到，身体里早已有个坏家伙在潜伏，腿脚只是先一步爆出了警报。正因如此，医生王博士总说，不要小看腿脚的任何异样，他们或许正充当着身体的先遣队，传递着癌症的信号。接下来，我们就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来分解这4条腿脚向我们发出的命令吧。腿脚虽然离我们内脏很远，却像敏锐的侦察兵。可以想象，你的腿脚就像巡逻在郊区的哨兵，只要有风吹草动，他们就率先察觉。无论是血管被堵、神经被压，还是皮肤起变化，腿脚都会敏锐地感觉到，就像给身体发回一个个实时的健康汇报。信号1：腿部无故肿胀。想象一下，某天你正忙着拍照，突然发现腿部肿胀像吹了气球一样，连鞋都穿不下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水肿，有时候体内的恶棍肿瘤就像偷偷埋伏的土匪，塞进血管或淋巴管，阻挡了血液和体液的正常回流。举个例子，如果肿瘤躲在骨盆附近或是腹部，它可能会把通往腿部的血管压得像过滤器一样，让血液无法回流，腿部就像被水淹了一样出现浮肿。更危险的是，这样的肿胀往往没有明显的红肿热痛，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胀大。比如一些腹部或骨盆的肿瘤，像前列腺癌、子宫癌或大肠癌，有时就是从腿部症状暴露自己的行踪。它们压迫骨盆区域的静脉回流，让腿部像是住进了水箱，一步步开始浮肿。如果你发现腿肿并伴有站立后加重的酸胀感，那就要提高警惕了。另外，如果是一侧腿部突然肿胀且伴有疼痛，很可能是深静脉血栓形成，即腿部静脉里长出了一块血块。深静脉血栓不仅让腿肿，还会造成剧烈疼痛。在一些没有明显危险因素的人群中，医生发现患者突然单腿肿痛时，往往会怀疑体内是否有隐患，因为癌细胞会悄悄激活血液凝固，让静脉里堆起血块，就像道路被障碍物堵住一般，让血流不畅。所以别小看腿肿，它可能是一扇窗户，让我们看到身体深处潜伏的异样。其实，腿部肿胀的讯息并不简单，有时它只是单侧脚肿，就像河堤开裂只在一边冒水；有时是双腿都浮肿，就像海平面涨潮了。一般来说，两腿同时浮肿更可能源自全身问题，比如心脏或肾脏出了故障，而单侧腿肿往往和局部阻塞有关。在癌症的世界里，单腿突然浮肿常常意味着通往腿部的血管或淋巴管被堵住了。例如，胰腺癌或胃癌这类腹部肿瘤，随着长大可能会压迫穿过腹部的大血管，像高速公路被巨石堵住一样，让下肢静脉回流受阻，造成腿部肿胀。还有前列腺癌和卵巢癌等骨盆内肿瘤，也会挤压骨盆区域的大血管，引发血流堵塞。如果你发现经过休息、抬高双腿后都无法消退的腿肿，同时还伴随沉重或隐痛，就要考虑彻底检查了。信号2：腿脚持续麻木或刺痛。假如哪天你觉得腿脚像睡着了一样麻木，或者像千万只蚂蚁爬过一般刺痛，而且找不到明显原因，那一定不能掉以轻心。腿脚的神经网络非常复杂，一点内部的异常就会在这里体现出来。很多癌症会偷袭并压迫神经，例如，如果癌细胞扩散到了脊柱，就会像扼住神经的钳子一样，让腿部感觉丢失或刺痛。胸椎或腰椎的肿瘤压迫了通往双腿的神经，就像交通要道被堵，让脚无法接收到大脑的指令。小李的例子就很典型，他脊椎中的肺癌细胞让他的腿感到刺麻。还有一些盆腔或骨盆的肿瘤，比如子宫、卵巢附近的恶性肿块，会压迫到通向腿部的坐骨神经，让人坐下突然感觉麻木或电击样刺痛。
此外，一些癌细胞在体内就像内奸，会通过分泌毒素或激发异常免疫反应，让身体误伤自己的神经。多发性骨髓瘤、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的癌症，有时候就会导致神经传导紊乱，特别是在四肢末端出现对称的麻木刺痛。比如，有患者反映两腿突然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麻木，后来才发现是血液里的恶性细胞影响了神经传导。总之，如果你发现腿脚麻木刺痛持续不退，而且越休息越不见好转，千万别简单归因于熬夜或鞋子问题，这可能正是身体给出的求救信号。及时就医并详细描述症状，能帮助医生排除神经受压或其他病灶，进行必要的检查。信号3：无故疼痛加剧。有的人抱怨膝盖或腿部痛，别人可能以为是风湿或劳损，但如果疼痛明明没有外伤，原因却日益加剧，就要提高警惕。许多癌症喜欢在骨头里开洞，骨质受侵就会发出深沉的痛感，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更为明显。想象一下，每当夜里躺下时，腿部骨骼里传来一阵隐隐作痛，就像老鹰的利爪在啄击骨头。有些疼痛在夜间会更强烈，让人难以入眠。这种痛不同于普通的肌肉酸痛，更像是骨头深处发出的求救信号，好像有人在腿里埋了个小炸弹，随时能爆发。很多患者最初也以为这只是关节老化或者运动损伤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疼痛只会越来越明显。乳腺癌、前列腺癌等常见恶性肿瘤如果转移到腿部骨骼，往往会在腰背、大腿或小腿部位引起持续的钝痛，疼痛甚至可能从大腿辐射到小腿，就像神经牵连一般。此外，骨髓瘤等血液癌症也经常让患者抱怨腿部无缘的疼痛和酸麻感，这其实是骨髓被侵蚀的表现。更严重的是，如果骨头结构被破坏，一不小心就可能出现骨折。有的人平常正常走路，一弯膝盖却痛得啊一声，这很可能就是病理性骨折。这时，医生通常会安排影像学检查。如果你平时腿骨就有隐痛，稍微活动就感觉不妥，一定要尽快就医，把潜在的骨病或肿瘤因素排查清楚。信号4：皮肤变化预警。很多人觉得皮肤问题只是皮肤病，却忽视了腿脚皮肤异常背后的信号。如果腿脚皮肤上突然出现奇怪的斑点、溃疡或色素改变，一定要当心。有些癌症会在皮肤上留下暗号，比如持续的红斑、坚硬的斑块或皮肤颜色变深，这就像身体为皮肤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，把内部的问题反映出来。首先要警惕的是难以愈合的伤口或斑块。如果腿上出现小伤疤，涂药却迟迟不愈合，或者皮肤上有红斑、溃疡反复发作，这可能意味着底下的血管或淋巴受阻。比如有些白血病或淋巴瘤患者会出现皮肤持续发红或紫癜，因为血液中的血小板不足或血管被癌细胞侵占，皮肤毛细血管容易破裂出血，皮肤颜色异常也要留心。有些炎性癌症会让腿部皮肤变成紫红色或葡萄酒样斑块，摸起来温热，这往往说明深层血管被堵塞，皮肤摸上去像橘皮一样发硬。这种橡皮病样的改变通常和淋巴回流受阻有关，比如乳腺癌转移到淋巴系统后，可能导致下肢淋巴液积聚，使皮肤变厚变硬。别忘了留意腿部的痣或色素斑。黑色素瘤是一种皮肤癌，如果发生在腿上，往往会在皮肤上留下明显变化。一颗正常的痣如果突然变大，边缘不规则，颜色加深甚至溃破，就要警惕它是否变成了恶性病变。请记住，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，当它出现不正常变化时，很可能意味着内部出现了问题，一定要认真检查。这一切听起来有些神秘，其实背后有一条科学的链条在运作。癌症并非只在原地表演，它会动用血液和淋巴系统这两条高速公路扩散。可以这么比喻，血液系统就像人体的高速网络，而淋巴系统则像旁边的后街小道。癌细胞就像上门推销员，钻进血管或淋巴管一路前行，前脚刚从原发地跑掉，后脚可能已经在下肢扎营。腿脚的骨骼、血管、淋巴结恰好是它们的歇脚站，一旦癌细胞停留，就会留下踪迹。另外，重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腿脚属于人体的低洼地区，多余的液体更容易积聚在这里，就像下水道堵塞一样，
任何让血液或淋巴循环受阻的问题，都会优先在下肢出现浮肿或疼痛。因此，腿脚就像海边的潮汐表，默默记录着体内血流的风吹草动。而且，癌细胞还会在幕后搞小动作，它们可能通过分泌物让身体产生化学风暴，促使血液异常凝固，在静脉里堆起一个个不稳固的血栓堡垒，也可能让免疫系统跟着乱了阵脚，误伤筋或皮肤，就像身体给自己挖了个坑。这些信号汇集在一起，腿脚作为哨兵会第一个感觉到这些骚动，发出警报。总之，人体是一个整体，各部位息息相关。癌症在任何地方冒头都会引起全身连锁反应，腿脚作为最远的末梢，经常最先捕捉到异常信号。把身体比作一座城市，腿脚就是散落在各处的监控探头，他们会将任何风吹草动传回中央。如果腿脚告诉你有异样，就千万别忽视。医生总结了一些常见癌症类型和腿脚异常的关联关系。肺癌，肺癌细胞通过血液传播到下肢骨骼后，会造成持续的腿痛或骨折。有时肺癌还会诱发血液凝固紊乱，形成深静脉血栓，引起腿部红肿疼痛。2. 乳腺癌，乳腺癌特别容易转移到骨骼与脊柱，使腰腿部长期隐痛或麻木。许多乳腺癌患者反映，两腿时不时会出现刺痛或酸胀感，这往往与癌细胞潜入骨髓有关。3. 前列腺癌，前列腺癌常导致骨盆淋巴结肿大和骨转移，使下肢静脉受压，结果是一侧或双腿水肿，有时还会伴随行走困难或下肢麻木。4. 黑色素瘤，这种皮肤癌表面上看似皮肤层面的变化，但如果发生在腿部，皮肤上的痣会明显异常增大、破溃或变色，是非常明显的警告信号。5. 白血病和淋巴瘤，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表现多样，包括皮肤出现紫癜瘀点或全身乏力，它们也会影响腿脚，比如淋巴瘤可能让下肢淋巴回流受阻，导致水肿。白血病常伴神经病变，让两腿出现持续的麻木刺痛感。6. 肾癌，肾脏肿瘤常压迫下腔静脉，引起双腿静脉回流受阻，导致腿部明显肿胀，有时还伴随血尿等症状，需要及时排查。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提前意识到这些信号并采取行动，就能让隐患处于可控范围。首先，不要惊慌，有时候腿脚不适只是良性原因，比如长时间站立、睡姿压迫、缺钙、缺镁等问题。但如果发现经过休息，抬高双腿都无法缓解的腿肿、麻木或疼痛，或者皮肤出现异常斑块，就要把它当作求救信号。怎么做？最关键的是及时就医，把腿脚的不适如实告诉医生，即使觉得微不足道，也要一并说明。医生会根据症状安排相应的检查，比如血常规、超声、X 光、CT 等。如果怀疑血栓、炎症或肿瘤，往往还会进行更精细的影像学检查，如核磁共振、MRI 或 PET-CT 来寻找可疑病灶。另外，定期体检非常重要，特别是有癌症家族史、长期吸烟或其他高危因素的人群，要把腿脚发出的警示放在心上。平时注意饮食均衡，适量运动，保持体态健康，也能降低风险。即便真的不幸确诊癌症，及早发现通常意味着更好的治疗效果和更高的生存率。最后，对身体要多一份敬畏。正如王医生所说，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发声的权利，你不能让任何报警声被忽略。关心你的身体，从腿脚开始，对自己的健康多一份留意，就是给生活多一份保险。